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一口下去冰火两重天，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搅拌一下一饮而尽。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吃炸酱面要先来上一勺免费辣椒，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饭。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吃完呢接着喝点水，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更奇葩的是，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还说这样容易出汗，好得快。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这样更有食欲了。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不仅如此啊，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尝了一口，厉害厉害。和他爸爸一样，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不仅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那他们真的健康吗？经过检查，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儿子很幸运，暂时没发现问题，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毕竟正在长身体，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吃辣有段位，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她10分钟就能吃完一盆辣椒，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为了增加口感，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嘎嘣脆，好像吃黄瓜一样。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该不会是假的吧？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咬下一小口，差点被送走。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不一会儿就干完了一盆。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大妈看得两眼放光，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大妈说还不错啦，很甜。接着是烟熏辣椒，吃着像柿饼。第3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再次尝试，还是辣到不行。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根本就不辣嘛。虽然大妈很能吃辣，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一吃就会满脸通红，甚至会吐血。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医生提取了辣椒素，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大妈一点反应没有。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而大蒜之所以辣，是因为含有大蒜素，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所以才会觉得辣。即使这样，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冰淇淋加辣椒酱，这是她的神仙搭配，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满足，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吃得一脸惬意，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第一个是辣炒年糕，刚吃一口她就笑了，没什么感觉嘛。第2个是辣酱咖喱，这个有一点点感觉，很快就干完了一盘。第3个是魔鬼辣鸡腿，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听到这话，节目组放出了大招，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扎上头发，准备好牛奶，挑战开始。她一口吞下去，仔细嚼了嚼，还不错。刚开始有点甜，后面有一点点辣。即使这样，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不过这样吃辣，屁股受得了吗？经过检查，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感不感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敷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
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什么臭她就吃什么。她尝试过吃屎，但是不喜欢啊，因为不够臭。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和朋友聚餐，朋友想要挑战一下，夹起一块鲱鱼，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不一会儿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门一打开，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怎么给你形容呢？狗闻了都嫌臭，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越闻越上头，好想吃一口。不仅如此，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做菜要加5勺盐，半斤辣椒面，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那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味觉也在退化，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大姐是养老院护工，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因为闻不到气味，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把缺陷变成优势。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要说吃的奇葩，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又到饭点了，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是沙子没错了。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品类多，量还大。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这个比昨天的甜。哎呦，这边又上新品了，白沙还真没吃过，一口下去，还有海鲜味。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白沙比较咸，不好吃。在此呢，感谢小哥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他说自己5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当工作累了，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舀上一勺直接开灶，只要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3天都吃不上1顿饭，饿得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这一吃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我替大家尝了，一点都不甜，比屎还难吃。最后我有个疑问，吃进去的是沙子，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没钱的吃沙子，那有钱的吃啥呢？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并不是辣哭的，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就换成右眼流泪了，2只眼睛分工明确，就很神奇。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只有1只眼睛流泪，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但照片上明明2个眼睛都在流泪啊。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正好凑齐了一对。他说吃不同食物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好吃的流泪多，口味一般的只会掉2滴意识一下，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妙啊，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他是一位歌手，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是由于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最后小哥也说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以后准备去演戏，会把缺陷变成优势，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你的2颗门牙中间出现了蛀牙，一张嘴就像有东西卡在牙缝里。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去除腐质。医生换了个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蛀牙没有伤到牙髓，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蚀剂，经过酸蚀处理后，
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结强度。接着涂抹粘合剂，使用光固化灯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开始填充树脂，填充树脂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牙齿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因此不必太过担心。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以此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牙冠部分涂抹酸蚀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蚀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
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小姐姐嘴里竟然长了石头，一连长了好几颗，最大的足足有1厘米，这也导致她严重口臭。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用工具帮她把结石取出来。最后清理出来的结石数量简直惊呆了我。可以看到，石头都长在了扁桃体上，所以也叫扁桃体结石。取结石的过程有点类似挤黑头，大块的结石挤出来后，还要把一些碎块也刮出来。一般来说，扁桃体发炎的时候，扁桃体的隐窝就会滋生大量细菌，食物残渣也会残留在这里，然后被细菌包裹，慢慢就形成了结石。有时候它会随着咳嗽排出体外，如果不能自行排出的话，就要去医院处理了。如果每天刷完牙还是能闻到很重的口臭，并且喉咙有异物感，那就要考虑是否存在扁桃体结石了。没想到啊，最后清理出来的结石足足有13块。结石清理干净后，顺便再给它刮一下舌苔，这样就可以愉快的和别人交流了。平时只要保持口腔卫生，就可以有效预防扁桃体结石。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
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而且他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医生建议必须尽快停止食用牙膏。那大叔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吗？只见大叔转身来到厕所，直接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水倒掉了。大叔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不会再吃牙膏了。同样对一种食物过度偏爱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他夹了一块生鱼片，在上面放上满满一勺芥末，然后整个吃了下去，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该不会是假的芥末吧？朋友决定尝试一下，然后他就一颗打进杯拉完。另一个朋友讲话了，开玩笑，哪有这么夸张？我就很能吃芥末，这也没什么呀。一颗打进杯拉完屎。说话间他又吞了好几勺芥末，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他说他完全感觉不到辣。芥末吃完后又向老板要来了一碟芥末，老板说他是老客户了，我现在都考虑要把芥末收费了。只见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再放上鱼和葱段，直接塞入口中，那味道非常的得力歇斯。即使工作的时候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几口，喝水那也要在瓶子里挤入1管芥末，充分搅拌均匀后一饮而尽。喝汤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那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米饭也要来上满满1管芥末，再加入一些配菜，就这样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吃的那叫一个干净，狗见了都流泪。再后来他吃的越来越离谱，直接在生肉上面抹上芥末就吃了。他说吃起来的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他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还为他特意准备了生鸡腿。大哥也不客气，抹上芥末直接送入口中，那是嘎嘣脆，真的是鸡肉味。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 20%， 所以他对于辛辣感觉不敏感。那他真的健康吗？通过验血以及胃镜观察，医生
生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大量吃芥末，否则只能准备吃席了。大哥最后表示，为了健康会尽量少吃芥末。然而下面这个男人看了上面两人后讲话了，你们能不能和我一样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色粉末，接着往菜上来一勺，米饭上加一勺，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周围人都看呆了，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又到饭点了，一勺、2勺、3勺，汤里最少要加3勺味精，米饭也要来2勺，那小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他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喝点水，是的，水里也要加1勺。话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同事决定尝一下。一杯壳打进杯，拉完屎。他不仅吃饭时要加大量味精，就连车里都藏了一大包。工作间隙，他用手指蘸上一点当零食吃。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味精的呢？大叔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自己喝醉了，原本想去厨房给自己弄一杯糖水，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没想到啊，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大叔还说味精非常解渴，吃完整个人都精神了，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也就是200克，每个月就是6000克，一年就是72000克，38年就是 2.7 吨。这么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这相当于30个大叔加起来的重量。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真的健康吗？大叔说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已经有20年了，为了控制病情，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很多发现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去世了，而自己却没有事。他认为是味精帮助了自己，控制了病情恶化。按照节目流程，他也被带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也导致了糖尿病，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大叔最后也明白了，味精带给他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改善他的病情。他决定以后会慢慢戒掉味精。那最后就祝大叔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看您猜怎么着。我被这部短片上了一课，整部影片都是倒放的，第一次看的话，对于你们来说肯定是看不明白的，但是对于我这种专业解说的，那也是看得一脸懵逼。不信你可以试下，一开始就看到一群人惊慌的退回马戏团，一个坍塌的看台也在恢复原样，出现了一只小老虎，好像在啃着什么，被撞的墙壁也在缓缓恢复，撞到车玻璃的人起死回生，从窗外跳了进来，一个驯猴师被氧气瓶推着飞行，女演员从地面飞起来，眼角好像碰到了水泡，最后一幕是小女孩在吹泡泡，全片结束。所以 what happened 你看明白了吗？下面我们一起捋一下。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圣诞节，马戏团内的小女孩铁蛋在吹泡泡，泡泡上升落在演员眼中，导致其跌落，领了盒饭。医生装扮成小丑抬出演员，让观众误以为这只是节目效果。后台演员的男友悲伤逆流成河，回头发现吉吉王子打开了医生的氧气罐阀门，气罐产生的冲力将男友顶向老虎笼，碰到铁笼的瞬间就被炸得血肉模糊，血浆逆流成河，铁笼变形，老虎逃出笼子来到台前，走向观众席。前排小姐姐觉得好刺激哦，然后就脾气火爆的新兴演员看到后立马就火了，想要阻止老虎，下落时碰到喷火道具，果然就真着火了。落到观众席，观众们看到演员着火了，那是既心疼又着急，于是跑得更快了。同一时间，贵宾室内正在交易的大佬看到自己手指上出现荧光，发现黑钱被打上了记号，这才意识到有内鬼，终止了交易，于是反击，用酒瓶放倒一个，又把一人推出窗外，砸到前来抓捕大佬的警车上。车上把玩烟雾弹的警察受惊，拉开了烟雾弹，烟雾弥漫，导致警车失控撞进马戏团，马戏团坍塌，楼上的大佬跌落时被玻璃割掉脑袋，众人逃出马戏团。镜头落在吹泡泡的熊孩子身上，全片结束。这部短片可以看作是马戏团版的死神来了，一个泡泡引发的蝴蝶效应。所以说公共场合一定要管好熊孩子。最后呢，祝大家圣诞快乐，我是岳贝，下期见。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10年的时间让我从一个瘦弱的金融白领变成了黑帮首领。10年前的一次聚会，我酒驾闯红灯撞死了人，被判入狱16个月。律师告诉我，关押我的监狱里面都是重刑犯，在里面必须要硬气，否则就会被人欺。刚开始我不以为然，当晚一个哭着来的小哥就被上了一课，这次我信了，决心要在犯人面前装作强硬的样子。隔天放风，不小心撞到一犯人，他咄咄逼人，这也引起了其他犯人的注意。我心想，展示我强硬的时候来了，一个马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拳直接放倒了他。我这一举动引起了监狱小头目眼镜哥的注意，眼镜哥想拉我进入白人帮派，他看出我的脆弱，他说会好好对我，能给我很多，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欺负我了。相应的，我也要为帮派做事。为了考验我，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运送毒品。深夜，我把润滑油涂抹到毒品包装上，直接塞到体内。毕竟第一次，有点痛。等白天放风，我来到墙角，假装上厕所。狱警发现我有些反常，朝我走过来，但此时我已把毒品抠了出来，随后交给了眼镜哥手下。真香！眼镜哥很满意，我算是正式入伙了。这天，白人帮派和黑人帮派打架，我被迫营业。看到一黑人准备偷袭我朋友，我最讨厌不讲武德的人，随即撞倒了他，还失手把他杀了。这时狱警开枪制止了混战，我抬头一看，摄像头正好拍到我杀人，大意了，证据确凿，我被判10年。就这样，我被转移到了重刑犯关押区，在这里遇到了白人帮派的老大雷霆。10年的牢狱生活，我凭借一次又一次的凶残事件，一步步变成监狱里的2把手。时间一晃而过，我熬到了出狱，幻想着终于可以和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此时，老大雷霆交给我一个重大任务，出狱后去跟墨西哥黑帮交易一批军火。我内心是拒绝的，老大以我家人性命相要挟，我当时暴脾气就上来了，直接认怂，接下来任务。出狱后，老大的手下由头来接我，随后去找墨西哥黑帮老大谈交易细节。大佬说交易前1个小时会给我发交易地址。经过几天相处，我感觉由头这小子有点滑头，有点怪可疑的，我决定跟踪他一下。我上头都望呀望一望的，果然被我发现，他现在是警方的线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易行动正被警方监控。隔天宾馆一觉起来，我发现自己也正被监视，但我现在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杀掉由头，防止泄密。我把床单撕成布条绑在一起当做绳子，来到厕所固定好绳子，拆掉窗户，一脚把防盗窗踢飞。你问我那搞绳子做什么？像我这种心思缜密的人，绳子肯定有它的用处，我用它固定好防盗窗，以防被人发现，这很合理吧？最后我找到由头，一记左刺刀右刺刀安排了。当晚我们准备去交易，路上收到交易位置坐标，我随手就转发给了警方。交易进行中，警方出现，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之所以主动向警方泄密，是因为我想通过警方的力量把老大雷霆的手下一网打尽，这样就没人可以威胁到我的家人。而且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回到监狱才能做，那就是要解决掉老大雷霆，以绝后患。我如愿回到监狱，放风时，老大雷霆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他们，对我放狠话，扬言要杀掉我老婆孩子。放风结束，狱警先给我戴上手铐，等他开门的瞬间，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自制钥匙，打开了手铐，控制了狱警，拿走牢门钥匙，把狱警关了进去。随后我打开雷霆的牢门，他直接将我扑倒，我拿出准备好的刀片，一刀嘎巴了他，他变成了所谓的雷霆嘎巴。现在我成了监狱老大，再也没人可以威胁到我的家人了。我的故事你可以看作是一部酒驾宣传片，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酒驾。还是那句话，司机酒一端，全村老少等吃饭，切记切记。这天我从水中醒来，看起来好像受了很严重的伤，但我什么都不记得，还不能说话。眼前这个女人说她是我老婆，虽然我根本不记得她，但看她这么漂亮，我欣然接受了。她给我装上机械手臂，还拿出苹果让我测试下腕力。我心想，这不就是想考验我男友力吗？让我啪一下就捏碎了。老婆又在我手臂上覆盖了一层皮肤。紧接着，房间闯入一个叫斜刘海的人，斜刘海认识我，想置我于死地，还杀掉我老婆2名同事。老婆趁他不注意带我逃进秘密通道，我看到一门上写着出口，立马打开，我去，差点掉下去。原来现在是在飞机上，老婆把我拉上来，我们躲进了逃生舱，逃了出来。由于降落伞打开晚了，逃生舱猛烈的撞击地面，老婆昏了过去。紧接着斜刘海手下赶到，抓到了我老婆，把我打到了桥下。这时出现了一个叫吉米的人，把我救了。他说他是我朋友，但我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路上他拿出一个检测仪，让我把插头插到我体内，我这才发现身上布满了插口。吉米告诉我，我被改造成了半机器人，现在还剩30%的电量。他让我去找一个半机人，把半机人的电池取出，然后帮我换上。我按照他给的地址来到一大楼前，大楼戒备森严，我直接翻墙进入了大楼，找到了和我一样的半机人，不小心被他跑掉了。我通过旁边的缆绳速降到楼下，我操，那是真刺激！他接着跑，我接着追。最后还是被我抓到，取走了他的电池。吉米给我打电话，让我带着电池去找他。随后一个和吉米长相一模一样的大胡子吉米帮我换上了电池。他告诉我，斜刘海正带着我老婆去往总部，随后我们一起去追击。
我来到第一辆车上，剁掉排风扇，跳了进去，上来先解决了2人，果然找到了我老婆。就在我们久别重逢，准备 kiss 的时候，斜刘海出现了，又抓到我老婆，我只能顺从她的要求，她用棒球棍把我打下了车。这时吉米又打来电话，发给我一个位置，让我去找他。我想着现在既然追不上斜刘海，那暂时就去找吉米吧。吉米带我来到一烂尾楼，但其实里面内有乾坤。他对着一堵墙说了一句天王盖地虎，墙壁缓缓打开，原来这是吉米的实验室。在这里吉米告诉我了一切，他之前是为斜刘海制造半机器人的科学家，有一次工作失误被斜刘海打断了脊柱，这个坐着轮椅的才是吉米真身。现在他成功制造了多个自己的替身，通过 VR 眼镜控制他们。之前的大胡子吉米就是他的替身，他想找斜刘海复仇，我也想救老婆，所以我俩一拍即合，决定反击。就在这时，监控显示斜刘海手下也来到这里，我们挑选好武器，把吉米真身放进升降机，准备妥当。那么好，安排。经过一番战斗，我们还是被包围了。关键时刻，吉米引爆了实验室，我们逃上汽车，来到斜刘海总部。刚进门就被一喷火半机人偷袭，随后被我1边、2边、3边解决了。紧接着一众斜刘海手下袭来，我们想躲进电梯，吉米替身说帮我争取下时间，于是出去跟手下硬刚，果然帮我多争取了1秒钟，成功进入电梯。这时的吉米真身也受了重伤，临别遗言就是要让我杀掉斜刘海。我来到顶楼，在显示器前看到斜刘海正在激活他的第一批半机人，他告诉我，我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被上传到了这批半机人脑中，他们和我一样只记得自己在实验室醒来。然后我看到我老婆在给他们一个个安装机械手臂，原来我老婆并不是我老婆，而是斜刘海的老婆。他们一直在演戏，我真想给他们一张 S 卡。这时半机人已被激活，把我包围，没有撤退可言。解决掉了大部分半机人，我感觉自己能量消失的太多，给自己打了2针鸡血，我又满血复活了，与斜刘海展开最终对决。但他好像有万磁王那种超能力，我根本打不到他，还被他一拳打倒。随后我用铁丝绑在手上准备偷袭，没想到这样竟屏蔽掉了他的超能力，被我吊打。但随后他准备发动终极大招，一时间半机体尸体都飘了起来，我直接踩着尸体冲向斜刘海，一套激化发解决了他。这时骗我感情的那女人登上直升飞机准备逃走，我直接跳了上去，他向我开枪，却被反弹的子弹击中，脚步不稳，差点掉下飞机。他抓住了机舱门，想让我救他上去。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当时心就软了，直接关上了机舱门。随着他一声惨叫，我的故事就结束了。在这里娶老婆只需要3只鸟，新娘看到就会笑得合不拢嘴，心甘情愿跟你走。第一只鸟名叫鹤鸵，成年体重一般都在120斤以上。部落酋长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鹤鸵自然就成了结婚用的食材。但鹤鸵异常凶猛，强有力的爪子甚至可以踢穿铁板，因此也叫做杀人鸟。即使最勇敢的猎人也害怕它的爪子，因此狩猎鹤鸵都是团队合作。一切安排妥当，狩猎就开始了。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幼小的鹤鸵，猎人们悄悄逼近。鹤鸵的警惕性很高，必须确保一击致命，否则就有可能被愤怒的鹤鸵反杀。此时鹤鸵并没有意识到危机，但猎人早已摆好投掷姿势，找准时机狠狠投出长矛。长矛精准地刺中了鹤鸵，但力量稍微差了点。鹤鸵一瘸一拐地逃命，竟然挣脱掉了长矛，猎人们紧追不舍，最后在草丛中解决了它。一只幼小的鹤鸵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好在回去的路上猎人还发现了一只成年鹤鸵。刚才射出的长矛已经让它受了重伤，根据树叶上的血迹，他们继续追踪，最终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体力不支的鹤鸵，轻轻松松被猎人拿下。这只成年鹤鸵重达120斤，足够整个部落吃上几天。婚礼食材算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准备彩礼了。彩礼则需要一顶用天堂鸟羽毛制作的帽子。天堂鸟可遇不可求，因此能狩猎到这种鸟就代表有过人的智慧。他们已经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现在只能靠身为酋长的父亲出手了。酋长制作了一根4叉箭头，有点类似我们的霰弹枪，近距离攻击威力很大，非常适合猎杀天堂鸟。接下来就要用声音把它吸引过来。酋长用笛子模仿雌性天堂鸟的叫声，很快就吸引来了一只雄性天堂鸟。酋长拿着弓箭悄悄靠近，弓箭的射程很短，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机会只有一次，必须一击致命。好在他成功了。
这下儿子的彩礼有着落了。回到家就开始用羽毛制作头饰，儿子看着漂亮的羽毛，心里也乐开了花，终于可以娶老婆了。准备妥当就可以出发迎亲了。来到地方，大家开始手舞足蹈，姑娘笑得花枝乱颤。最终，儿子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两人牵手走进树林，迈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对鸽子竟然霸占了猫头鹰的家，甚至呢还在猫头鹰宝宝面前下了蛋。要知道，谷仓猫头鹰属于猛禽，可以轻轻松松杀死一只鸽子。这就好比老鼠在猫的地盘生孩子，等猫头鹰父母回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只小猫头鹰吓得缩在角落，对着2个奇怪的家伙骂骂咧咧，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是猛禽来着，还能被鸽子欺负了不成？老大第一个忍不了了，直接下嘴，接着呢就被鸽子教训了一顿。小家伙骂骂咧咧，有本事等我妈妈回来。来到晚上，猫头鹰爸爸叼着老鼠率先回到了家里，他也被吓懵了，这什么情况？他是万万没想到，现在猎物都这么主动了吗？公鸽子见此情形，直接丢下老婆孩子就跑了，一直呢都没再回来。母鸽子为了孩子，只能和猫头鹰殊死搏斗。猫头鹰属实没见过这情况，这还是鸽子吗？孩子们别急哈，我去叫你妈妈。很快呢，猫头鹰妈妈回来了，也被这一幕吓到了。2位母亲互相打量着对方，气氛一度显得很尴尬。猫头鹰妈妈率先发动攻击，鸽子呢为母则刚，毫不示弱，不停地用翅膀反击。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气氛呢再度陷入尴尬。不对啊，再怎么说这是我家啊，我去你的！接着呢，2位母亲又大战了几个回合。看得出来，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女性打架的特点就是薅头发。鸽子呢明显落于下风，只能以防守为主，感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最后呢实在承受不住，只能先跑了。猫头鹰这边也不容乐观，一只瘦弱的鹰宝宝在战斗过程中被妈妈踩死了。随后几天，鸽子一直都没再出现。来到第20天，可以看到小猫头鹰也只剩下了4只强壮的。突然呢，一对鸽子再次来到鸟巢，我们无法确认是不是之前那对鸽子，他们好像很满意这个地方，甚至呢还叼来了树枝，准备重新装修下。随后还下了2颗蛋。幼鸟们毕竟长大了很多，现在呢并不害怕鸽子，时不时对鸽子发起攻击。很快呢，猫头鹰爸爸回来了，看到这一幕非常不解，他把这对鸽子当成了之前的鸽子，这事他比较熟啊。接着呢又飞出去找老婆来处理，毕竟老婆有经验嘛。小猫头鹰没有放弃，继续和鸽子缠斗。这时呢，一只幼鸟咬住了鸽子，鸽子蛋被推到了一边，打斗过程中就被幼鸟踩碎了。鸽子伤心欲绝地离开了。接下来的11天内，在左上角的监控可以看到，母鸽子一直徘徊在巢穴外，久久不肯离去。又过了10多天，小猫头鹰逐渐长大，羽翼也变得丰满，已经开始练习飞行了。又过了几天，它们都离开了巢穴，开始了新的生活。巢穴呢终于空了出来。没过几天，一对鸽子再次进入巢穴，希望这次它们能顺利孵化出小鸽子吧。这是监控拍到的惊险一幕，这只老鹰竟然想捕食人类。大叔在阳台晾被子，突然遭到了一只老鹰袭击，无缘无故挨了一脚。大叔的儿子听到动静，刚探出头，老鹰又狠狠扑了上来。外面明明没有他的身影，只要一打开窗户，瞬间呢就会飞到你面前发起攻击，根本反应不过来。而且呢，老鹰只攻击他们一家，有时呢还会悬停在空中，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工作人员决定安装摄像机仔细观察。就在这时，被他踹一脚，就像被石头砸到一样，帽子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大叔无法理解老鹰为什么偏偏只攻击他们一家。动物专家观察后表示，这只老鹰呢其实名叫红隼，一般呢不会主动袭击人类，猜测附近一定有它在意的东西。果不其然，在空调外机附近还真发现了异常。红隼看到这一幕，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原来工作人员在空调附近发现了一窝小红隼，红隼妈妈这是把他们一家当成了潜在威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就在这时，又出现了另一只红隼，这应该是幼鸟的父亲。夫妻俩分工明确，爸爸负责出门找吃的，妈妈呢则负责小家伙们的安全。小红隼胃口很大，每次抓来的食物都不够吃，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专家观察片刻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小红隼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候，却迟迟没有离巢，应该就是由于食物短缺，导致小红隼长得比较慢。为了让他们早点回归自然，大叔呢决定帮一帮红隼，暂时呢就不在阳台晾衣服了，给红隼营造一个安心的环境。接着呢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红隼妈妈看到小老鼠，激动到不行，天上掉馅饼儿的属于，上去就抓了一个，果然一运傻3年，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挣脱了，还好凭借高超技巧在空中再次抓了回来。最后呢希望小红隼能赶快长大，早点学会飞行，回归自然。他仅靠一根绳子制服了300斤的野猪，就为了得到野猪的尾巴。据说有人靠着野猪的尾巴成了百万富翁。
接下来呢，看看猎人是如何降服野猪的，手法奇特又刺激。这头野猪已经中了陷阱，一只脚被牢牢绑住，周围呢还被它挖了个大坑，连树根都咬断了很多。可以看出野猪的攻击性还在，而且呢套索磨损得很严重，野猪随时都有可能挣脱。安全起见，首先呢就要套住野猪的嘴巴。猎人拿着套索慢慢靠近，野猪受到威胁拼命反抗，套索刚碰到嘴巴就被顶飞了。野猪呢非常聪明，死活就是不让套索靠近自己。再次尝试呢也没有成功，但猎人更有耐心，调整一下套索大小，换个角度继续尝试，一下就套中了他的那个上巴。野猪呢不断挣扎，越挣扎反而套得越紧。猎人把套索一头系在树上，这样呢野猪就不能大范围活动了，趁它不能移动，要赶紧把整个嘴巴绑起来。看到猎人越靠越近，野猪全身毛发直立，露出了尖锐的獠牙，一直处在攻击状态。为了安全，猎人呢决定从后面入手，先绑住它的2条后腿。日本当地野猪泛滥成灾，给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呢鼓励当地民众捕猎野猪，进而衍生出了赏猪猎人这个职业。每捕杀一头成年野猪，就能得到1.6万日元的报酬，把尾巴交给相关部门，就可以领取奖金。终于绑好了后腿，现在呢野猪更加动弹不得，只能任由猎人处置。猎人用胶带对着眼睛缠了几圈，这样野猪就啥都看不见了。顺便呢再用胶带把嘴巴也缠起来，这下野猪就没有任何攻击性了。接着呢再把前后腿都绑在一起，就大功告成了。猎人摸了摸野猪的肚子，肉还挺结实的，非常适合进行无公害处理，让它们回归自然。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不然很可能感染寄生虫，轻则住院，重则开席。发情期的公象到底有多可怕？这只公象呢因为求爱失败，恼羞成怒，把一只落单的小象当成了出气筒，抡起小象重重摔在地上。小象呢才出生几天而已，经过这一摔都没能站起来。大象呢还想着一脚踩下去，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再次吸引母象的注意，但周围的母象好像都看不上它，它只能对着小象继续发泄怒火。不过还好，小象的妈妈终于赶了过来，由于体型差距过大，它也无法阻止公象施暴，无奈之下只能假装向公象示好，把公象引到了一边。小象呢暂时脱离了危险，待在原地不知所措。但很快公象再次回来，好像遭到了母象的拒绝，瞬间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被欺骗的他更是怒火中烧，转而呢继续对小象施暴。专家表示，发情期的公象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他们呢甚至会把犀牛当成伴侣，因此呢导致了许多犀牛被大象攻击而死。族群里的其他母象也看不下去了，围上来制止公象。公象呢并没有理会，再次把小象重重摔在地上。这时呢远处恰好跑来一只母象，公象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小象呢终于得救了。这就是发生在南非国家公园内的真实一幕。